In this episode, I visit an avid rare plant collector's Enchanting Shanghai apartment,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charming French concession district. As we all know, China's social media and plant community is completely disconnec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episode provides us with a rare glimpse into the elusive plant culture in China. Our guest Moses shared real insights into how he collects rare plant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nd how he takes care of them. I was surprised to know that there's a huge fledging rare plant market here in China. We do a tour of his impressive indoor collection to see some rare aroids we're familiar with, as well as some original hybrid from China. This reminds us that despite us being worlds apart, we are connected by our passion and determination to grow plants in our living spaces.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上海，欢迎来到我的家参观。我叫 Moses， 我是一个 hairstylist。还有我看上海其实现在很注重 lifestyle， 就可能我15年前来的时候不一样，这边的人可能现在会不会比较在乎他们的长相？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有非常大的变化，尤其是去年跟今年变化非常大。为什么是去年跟今年变化非常大呢？是因为去年的4月、5月上海的封城，应该所有人都知道，然后很多人被关了2个月，然后关了2个月之后，大家在关的期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自己的屋子。大家在这2个月期间，就是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对自己的生活 enjoying， 就是 the moment is really important。当解封之后，大家反而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在一些生活上的东西。OK， 所以疫情有帮忙人家升级自己的 lifestyle。对，是非常非常大。开始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多一些植物，多一些装饰，然后植物它是有生命的，会让你每天看到一点点植物从一个很小的芽，然后慢慢长大，你会感觉到生命的存在。然后植物它也能够把你的家变得很漂亮。我在养这些植物，就是我希望它来 service 于我。我每天我回到家里，我看到植物，我的心情是 open 是很开心的。然后我可以对着植物去发呆，去思考，去想很多东西，可以整个人是 inner peace 的，是整个人内心是平静的。因为白天在手动里面工作，整个人是要不停的去思考。因为帮客人去做一个新的发型的时候，我需要去想跟客人去聊天，所以回到家里我是比较 tired 的，往这边一坐可以 inner peace。你收集植物之前，你就已经会养植物了吗？其实我在收集这些植物之前，我也有养植物。我的第一个植物是我的前女友送给我的，就是这个。这个现在被我养的不是非常好。然后之前都是养一些大的一些植物，像一些树之类的。所以当时我在中国 ins 上面去搜一些关于植物的一些照片，然后我看到 Spring 跟日本的 Master Kenzo， 他们合作了一个花盆，然后花盆里面那个植物，就是我觉得哇好漂亮，很美，然后我就开始去网上搜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后面当我知道名字之后，我就去淘宝上去买，因为淘宝上当时我是找不到这棵植物大的植物，后面找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苗，小的时候你是看不出它未来长大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养了几个月后才知道，原来这个植物是假的，它不是真的我想要的那个植物。然后就当然当我知道它已经是假的之后，我中间已经买了很多植物了，所以也没有那么伤心。那这个假的太离谱了吧？这个是因为它小的时候一点点大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对。当我知道它是假的时候，我虽然很生气，但是我还是不会把它给丢掉。对，就是毕竟它是我的第一个花族。学都是自己 try 自己学还是？对，就是自己 step by step 这样去一点点去了解下来。所以你是按照你喜欢的，然后后来你就
想办法怎么让它在这里活下去，怎么配合它的需求。对，因为这些植物都是来自于南美洲的一个那个雨林里面，就那个 rainforest 里面，它的温度、它的光、它的湿度都是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在我的家里去模仿一个它的生活环境，所以我会用一些补光灯、一些灯去照它，然后加湿器给它一些湿度，然后我需要空调给它一些，夏天给它降低温度，冬天太冷给它升一些温度。在中国玩家会在小红书上面去搜一些关于当下最流行的一些植物，然后它们的来源、它们的价格、它们的怎样去分辨它们是好看和不好看，它们有哪些特性，然后也会有一些人在上面分享，就是他养这些植物的一些经验，就是多少天浇一次水，然后每天的光、它的温度，就是因为每个人养殖的方法不一样，就是你在上面你看到哪一些适合你自己的家，你适合你的环境，你可以去用。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分享，就是他养了一些就养坏了的植物，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就是不去这样去操作。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家是朝南部，然后早上的时候会有太阳进来，当然冬天的太阳会进来的更多，然后所以我需要一些就是需要光多的植物，我就会放在我的窗子旁边这里，对，尤其是这边我会放在窗子这里，就给它光比较多一些。OK。然后这一边就是光会少一点，我就会用灯去给到它们光，对。然后这些是需要光稍微少一点，它也需要光，它需要没那么强烈。但这边也有灯吗？这上面没有灯，没有，就是我会把上面的灯开大，它会这样下来。哦，就是这个对上面这个灯。对，我可以调得很大，它会这样进来。好，因为这些也是深色的叶子，如果你给太亮的话，它的叶子也会变成浅色。会，对吗？当然，如果是温度很重要，温度高它会变得浅，温度低的话它会深。那你有在繁殖吗？没有在繁殖，就是我不是靠它去，我不是商家，我不是拿来买卖，就是如果繁殖它会很多，我的家可能放不下那么多，然后我身边也没有那么多朋友去玩这些植物，因为这些植物不能随便去送给别人，对，就送给别人他没有养殖的经验，他是养不活的，对，就这些呢可能送给别人没有关系，它是容易养的，当然就是植物它会长一些侧芽，我会把它给cutting就把它给cut掉，这个我可以没关系，因为它是很少量，我可以放在我的家里。就是其实像这个跟这个它本来是一个 OK， 但是它因为长了侧芽，我把它给cut下来。所以对你来说这边其实对你来说养植物是还蛮简单，而且死亡性就还不是特别多。当你了解了它，你给它一个，其实这些植物是很难死掉的，它没有那么容易死掉，它有很强的一个生命力。只要你给它一个对的一个养殖方式，它是不会死掉的。进入中国市场是很短时间的。就是我从去年这个时候我刚接触这些，买的人很少。然后今年就非常非常多，然后它的价格也是从很贵到很便宜。所以我昨天在采访了一个那个 in wild，所以这边我发现中国也是现在卖植物的也都已经把生产量都做出来，所以要买的人都其实也买得到。对，买得到。像可能不以前就还稍微的比较难找，以前很难买，还有而且就是很贵。对，现在就是非常多，然后中国很多几个商家，他们自己去培育，然后做的繁殖做的很好的一些品种。对，然后价格也会没有那么贵。对的。你最爱的植物是哪一个？我最爱的植物，我要很难回答，对不对？很难答，因为每一个植物它在长新叶子的时候是新叶很漂亮，然后每一个新叶子你都会爱它。
对，就好像这个它新叶的时候，它的颜色是跟老的叶子不一样。对，那么它新叶的时候，我就非常爱它。 OK，等它可能过段时间，另外一个新叶的出来，它的颜色是 colorful 的，然后我又会爱它。OK，当然目前来说，我自己还比较喜欢这个啊，This is variegated Anthurium，它颜色很丰富，很漂亮。然后这里有很多像薄荷、抹茶一样，matcha 像那个 matcha 一样。对，这个好像是一个 mint， 这个应该很贵吧？天哪，贵。但其实这个跟这个更贵，也是蛮贵的，对吗？这个也贵。等一下我们会拍它的 detail 下来，但是这些都是本地买过来的。本地这个是中国自己的玩家，他去繁殖出来的。OK， 这个应该在全世界他是第一个做出来的人。OK， 所以这个植物本来是来自于 South America， 然后美国人做的非常好，然后卖到泰国，卖到印尼，然后再到中国，然后这个植物就是中国自己玩家繁殖出来 OK， 所以很厉害。其实这些花族，因为我有一些观众是南美，就他们来源的地方来的，对，南美 South America。但是在那边反而他们不会去繁殖，不会去做一些这些有趣的一些反而我们这边比较会珍惜，因为那边玩家很少，就是在于他们那边可能就是路边的一个山里面一些植物，但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我们才希望得到它。对，反而就有反正我们这边会珍惜，反而会去做这些比较美的，这个很漂亮，很漂亮。这个是在北京，就做这个的人，他之前他不是卖的，他就是跟我一样，收藏了很多植物，然后植物它会长花，它有2个花就是做繁殖，然后就是不小心，它又变成这样了。原来中国就是玩这个的也蛮多的，因为我们外国人很少接触到。就是其实这2个它们都是一样的繁殖方式，只是这个呢，它是很多个里面出现了一个，就是它的基因突变了，对，就是它的妈妈跟爸爸他们是同一个爸爸妈妈，对，爸爸妈妈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它的这个也很特别，其实这个也好看，这边的用的土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现做？网上买几种材料自己去混合，自己去调，就按照自己的环境还有浇水方式来调。对，那浇水的话呢，一般你是怎么样？是每天、每几天还是怎么样的？大概解释。其实不是，就是我要看我这个植物里面的这个我的盆，它有没有变清掉。我如果刚浇完水，它是重的。还是看它土的颜色，就手摸一下就能够感觉到。如果湿的，我一摸，我的手上会有沾到一些。如果是干的，它基本上不怎么会沾。还有就是这种盆，它是下面也可以装一点点水，它水干的比较慢，所以我可能7天10天左右浇一次水。所以这倒是要自己照顾，因为别人的话可能对。如果我的盆没有这个，只是这样的，就可能干得快一点，因为下面透气，可能就3天5天要浇一次，或者5天左右吧。OK， 就是有这个就会干得慢一点。而且你这个盆也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中国应该会有很多有趣的盆。对，这个就是中国商家自己做出来的，而且这个已经卖到全世界，很厉害。因为中国有个很大的市场，所以它有很大的需求。对，有一些商家在做一些新的东西给这些。就让玩植物的人有更好的一个玩植物的一个体验方式。那这里的话，你们会有一些害虫吗？会有，就是这一类的植物它是不容易长虫。OK。然后像有一些海芋会，就是我现在这一部分都是不容易长虫。OK。但是其实土里面是有很多虫子的。就是这些虫子很小，你的眼睛是很难看得到。但是有些虫子是好的，对，它不是坏，它可以吃到植物里面一些，就是如果你的根在里面烂掉，就是腐烂的根，它可以把它根给吃掉。就是有些虫子是好的，有些是伤害你的植物。对。但是这边的话，你会 control 吗？你会用一些杀虫剂？不用，自然还是天然都没用，因为我刚开始养植物的时候会很用心去爱护它们。就会用网上学很多
我的土里面加药，然后平时喷药，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就是虫子还会继续有，然后就是有些用药之后反而会影响它的生长。OK，然后现在我就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方式，我的植物回到家里，我第一时间把土换掉，用我自己的土，任何药不加任何的药，然后现在我的植物长得非常好。OK，对，就像这棵，在我家基本上1个月长一片叶子。OK， 你住的这个家就是一个老家，这一块是上海的一个法租界就是最安静的地方，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法租界的外面的房子是很漂亮，它不是很高的楼，就是没有电梯，就是我不喜欢电梯。这些房子里面就是外表看起来很旧，但是里面很漂亮。住的这一块是很多外国人，从事还有很多做艺术的、做时尚行业的人住在这一块的。其实，在上海住这一块的人都是有品味的人啊 ，Black Velvet Eastern Panama。这但是你是中国买还是进口过来的？进口就是在英外我买的，就是英外他在泰国买，然后泰国是从美国过来的。OK， 所以那个进口的手续啊什么都他们在办。对，他们在办。因为这边个人买，国外买不起吧？可以买，但是没必要，因为很贵。就是你买一个植物，它的运费是很贵。对，但进口证呢，你们这边是有需要的吗？还是需要，就很麻烦。所以这中国人的想法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跑量才会就比较有便宜，对，便宜多，所以这边人就进口可能就一辆，对，一批量，它进口可以一次性进很多，然后它的运费就会减少。它原来就还小，还是买的时候可能稍微挣扎了一下，然后现在又在复活。像这些就是种子长出来的，然后这个其实也是cutting 来的。对 ，Dark Phoenix，Oh my God， 所以是买了就本来就很小，本来就这么大，对，所以它现在还是在我家长第一片叶子，比较小。所以你的目的是把它们栽培到它们大的，对。这个我再往后推想，怎么有地方？你都知道是会很挤，对不对？到时候可能我会 move 一个更大的 house 来了。就是有些植物我喜欢从它小的一点点变大，对。有一些我就喜欢大的，就像这些，它这个我就喜欢它已经是有长大了。你 travel 的时候有人可以帮你照顾？养类植物不到1年，这1年我还没有 travel 过，但是8月份我就会去 travel 了。OK， 对，我会骑。紧张吗？还好，就是我会骑摩托，从上海到云南。到云南？对，云南。多久？这样的话？还不知道，我没有做，我不太喜欢做 plan 的，就是骑多久就多久。OK， 自己？我跟我的朋友，OK， 2个人，我们骑摩托去云南。各一个摩托车还是？对，每个人都有摩托车，但是中国最厉害的是在厦门。就那个人是他很少做繁殖，他都是他有美国的最好的货，全部在他手上。但是我也有，就是我的几个little crystal 还有什么 heart of queen 这些都是从他那边去买的。这些，就那个人他收集了，他有几百颗 little crystal，几百个，然后美国一些大的厂商，都是会有跟他合作。OK，这个很有趣，因为中国人这边如果做生意的话，是会做的很大的，很大。但是那个人他不是一个很商家。OK， 就是他不会，他可能1个月卖1次、卖2次，或者几个月卖1次、卖2次。就是你跟他去买东西，他不一定会卖给你，因为他是一个很 rich 的人，他是一个本来现在是一个玩家，对，然后玩了。因为他很有钱，对，他把美国那个 little crystal 全部买掉，让全世界的人没得买。但是不是为了要卖，不一定为了卖，他就自己喜欢。但现在因为太多，他也会去卖。就是别人有的他都有 ，OK， 他有的别人不一定有 ，OK， 很厉害。这个我买回来，它只有1片叶子，然后现在有十几片了。对，已经爬的。对，从下面开始。你这个也是准备是要切吧？应该。我不打算切，但是就让它出根。
对，就是有土的话，它可能长得更好了，会更快，对，叶子会更大，营养更多。对，这以前很贵的，现在一个价钱已经 OK 了。现在很便宜。对，这个我买的时候一片叶子500块，现在可能500块可以买3片4片叶子，可能这样。但现在这个，如果说别人给我3000块，我都不会卖。就是。对，不是它值不值3000块，是不舍得，因为我从它一片长到10几片，我希望它长得更大。它就是你自己的孩子了。对，就我自己孩子，所以我不太会拿它去卖给别人。可能有一天它长得很大的时候，我可能会切掉，那我可能会免费我送给我的朋友，让他们有自己的故事。对，我会去share给我朋友，但我不会去卖给他们，我不要他们钱。所以我的植物我不希望在我这里是一个生意。对。所以这些我发现，其实这个是 variegated 的区，而且这些都是我觉得它的美是永久的，对，就不是跟着潮流。对，好像这个从以前就是已经已经是很久的产品了，它不是新的，已经很久了其实。但这个是本地做的，我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我自己做的，就是我把我的叶子剪掉，我自己去做，就是它叶子它会消耗掉。然后消耗掉，如果你把它扔掉就很可惜。就是我把它放在水里面去泡它一段时间，然后把表面那层皮去掉，它这个脉络会很漂亮。就是那个 lift the vein， 对，它的 vein 就留下来。对，但是它也会永远这样吗？还是会可能几年？大概已经有快1年了，就我应该可以放很久。OK， 对。你看，哇，好细，很漂亮。Oh my god， 这个人做不出来了。对，这就是 natural 啊。对，很耐心，一点一点的去把它拿掉，不然这个叶脉就会断掉。This is a Baluanum, I think, an Anthurium Baluanum. And this is they like full sun, that's why the leaves are quite small here. But this is beautiful. Look at the trunk reaching out over this dining table, and new sprouts are coming out. 真的是，我觉得人家如果进来你家里看到这个，也是马上就觉得心情有改变，就一下子敞开了。对，还有上面有一个billiard tie， philodendron billiard tie。All right, that's all the time that we have for you today. I've learned so much from this tour. Thank you so much for showing us around.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观上海。然后上海每一个角落都很漂亮，去感受上海的文化、上海的历史、上海的食物。But I was just touring Shanghai. This is my last day here, but I'm going to have some videos of my personal travel here. There's so much to share with you guys. So make your way to the video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learn about Shanghai, about China. It has evolved. It is beautiful here. And I really want to welcome everyone to come and visit China. And of course, there's an interesting, unique, and vibrant plant market here in China.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here and show you guys.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episode. Bye-bye. Thank you. Bye-bye. Thank you, Moses. Thank you. 去到外地，然后你会帮一些是不是陌生人还是谁帮他们剪发？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是 hair stylist， 剪头发是我会做的事情。然后旅行是我自己喜欢的，我热爱的事情。然后我在旅行中帮别人去剪头发，就是我得到一个双倍的一个快乐。而且就是在旅行中帮别人剪头发，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我其实以前我是很害怕跟别人去打交道的，然后我会在旅行中帮一个人剪头发，会有很快就会有很多人过来看，然后有些人也想，他们觉得也蛮 interesting 的，说你可以帮我去剪吗？就这样，我很快我可以认识很多的人。对，就是它是我去社交，是我认识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很快乐。对，而且他就留一个 story。对，一个 story。对，因为我在我的 vlog 也说，有一天我们都不在了，我们只留下来的就是 stories。对，
Is anyone there? All right, if you're still here, that probably means one of two things. Either you really enjoyed the episode, in which case I really implore for you to please send the video a like and do comment down below. YouTube really heavily rewards creators that have strong engagements, and it will push my videos to other plant lovers like yourself. Or maybe you've got your hands dirty with laundry, or you're washing dishes, or you're putting away things and you didn't have the hands to click away from this video, in which case I apologize because I'm gonna keep talking. Now, being a content creator these days, it's getting harder and harder, and ad revenues are going down, and I really want to make this my full-time job to create wonderful content for you guys. And I've given up a lot of wonderful opportunities so I can stay here on YouTube. So if you'd like to support the channel financially, there are two ways, but if you don't, that's okay as well. Just watching these videos give me tremendous support. So keep on watching. And for the rest of you who are doing well and you have extra means to donate, you can do so with my Patreon, or you can join my YouTube member. Click join on the members tab here. And in both cases, you will get bonus contents. And these are all mini bite-sized adventures, repotting, and like little shopping sprees. And I've also uploaded a resource of all the sellers in Southeast Asia that I've visited. They are usually reputable sellers and they do export. So whether you are looking into plants as a customer, or if you're a business that are looking to import plants from Asia, these are really wonderful resources that's only open to members. And for YouTube members, you also have early access to some of these episodes. And for those of you who do not want to commit to a monthly situation, you could also do a one-time donation by sending a super thanks over here on YouTube. Now, I've actually done a ton of videos, and chances are you might have missed out some of them. So in my playlist section, I have categorized them by categories like propagation videos, care videos, and adventures. And you can maybe look through at some of the older videos as a means to support the channel, because I really do think that there are some content out there that I've done that you might have missed that you would find interesting. But I'm really going to bid you farewell this time. Thank you again for watching this all the way to the very end. Take care,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bye.